松手，松手！我自个儿走还不行吗？叶童仙子，你因偷吃仙桃，触犯天规，当地震怒，将你贬下凡历劫。当地允许你在凡间保留一些简单的术法，以示格外开恩，你不能逃。偷吃几个桃子就要贬下凡？我好歹是司命殿的仙子，要不罚我跪南天门，给王母娘娘洗1万年脚也行啊。我不想下凡啊！那是几个桃子吗？你是一个人把蟠桃宴前准备的仙桃全给炫完了？谁知道今年的仙桃就才结10个啊，往年都结好几百个的，这能全怪我吗？是桃树产量不行。别狡辩了，下去吧。仙子听着，凡间承恩侯府真千金叶静月一家被假千金和渣爹外仆所害，母亲惨死，亲哥被淹，亲姐被辱，全家死于非命。真千金叶静月怨念直冲九霄，已魂起誓，要替母亲兄姐报仇。你下凡即为叶静月，须替承恩侯府逆天改命，方可重返天庭，否则你就在凡间待一辈子吧。我恨仙桃！我的亲闺女啊，你在外流落16年，受苦了，瘦成这样，身上都没几两肉，一定吃了数不尽的苦。我一美貌与智慧并存的仙女，竟然真的被贬下凡历劫，帮侯府一家逆天改命。月儿不怕，你和青青都是娘的女儿，往后娘会对你们一视同仁的。好的，娘。一视同仁，上一世我刚回府，就沦为了整个侯府的笑话。月儿，你说什么？啊，娘，我没说话啊。不过我堂堂仙女，可不是任人宰割的软柿子。月儿没有张口说话，我竟然能听到她的心声。难道是老天爷可怜我，让我能听懂月儿的心思，好好补偿她？我记得是刚到侯府，叶青青悬梁自尽的消息传来，这娘就丢下我不管，屁颠屁颠跑去看她的宝贝叶青青。可这孩子怎么对青青敌意那么大？青青一向乖巧懂事，怎么会在她回府当天就悬梁自尽，用性命威胁我呢？这绝对不可能！夫人，不好了，二小姐悬梁了！什么？夫人，快带我去看青青！果然，叶青青这下马威来得比谁都快。青青真的悬梁了。今天是玉儿回府第1天，若是我此刻走了，以后玉儿在侯府如何立足？可是玉儿怎会未卜先知？难道是有仙人指点？夫人，你快去看看二小姐吧。他明知今日我接月儿回府，还敢闹这出，去告诉他，他胡闹也该有个限度。听好了，今天是你们3小姐归府之日，从今往后，谁敢怠慢她半分，别怪我不讲情面。是。月儿放心，该有的牌面，娘一样都不会少给你。看来我这娘亲还不错，是个拎得清的。月儿这反应是认可我这个娘亲了吧？锦绣，恭迎3小姐回府。娘，这些都是给我的。小姐，这是夫人特意为您备下的归府礼。月儿，可还喜欢？喜欢，太喜欢了，娘，谢谢娘亲。这排场这珠宝，可比我在天上气派多了。你喜欢就好。锦绣，把这些都送到月儿房间去。是。这娘，我真是太爱了。夫人，青青都伤心的悬梁了，你还在这磨蹭什么？快和我去安抚她呀！侯爷，这
这是咱们失散16年的亲女儿月儿。月儿，快叫爹！快跟我走！这个乡野村婆不是我的女儿，我的女儿只有青青。侯爷，月儿才是侯府的真千金，你的亲女儿。行，这乡野村姑回来就回来了，没什么大惊小怪的。夫人，你快跟我去看青青。着急她做甚？叶青青又不是我们亲生的，月儿才是。你怎能对月儿如此冷漠？这题我会啊，因为他不爱你，自然也不爱你生的我，还有大哥、二哥、三哥和大姐。当年我被调换，可就是他的手笔，就是为了让他心尖尖上外府生的女儿鸠占鹊巢。什么？叶青青是他和外室的孩子？怪不得叶青青一出生他就喜欢的不行，对其他孩子却不闻不问。原来叶青青竟然是他的私生女！娘，当心！给娘提提神，别被这渣爹气到。果然亲闺女才是宝，一靠近浑身舒畅。你倒是会惺惺作态，装模作样。月儿是我10月怀胎的亲女儿，关心我何错之有？倒是你，亲生女儿回府一句关心都没有。我看真正会装的人是悬梁的那个吧？他不就是想让我忽略月儿，让月儿抬不起头？他占了月儿16年的身份，享尽荣华，不仅不知感恩，反倒狠毒算计。你竟然把青青想得这么歹毒！早知道你是这样的人，我当初什么？侯爷，你说当初怎么了？娘，当初就是这渣爹算计你的。你当年被绑走失踪1夜，名声尽毁，他马上假圣星上门求娶，你一时感动嫁给他，但他目的是为了你丰厚的嫁妆，借镇国公府的势力飞黄腾达，让你替他养外室，养私生子。原来当年一切竟然都是他的阴谋。叶伯浅，你好狠的心！我倾心待你，你竟这般算计我！哇，娘亲打得好，就应该这么暴揍渣男。顾荣，你疯了！滚出去！既然你不待见月儿，就给我滚！顾荣，你简直不可理喻，我对你太失望了。爹爹，当心脚下！乌鸦嘴！活该，就该摔死你！娘，喝口茶消消气，爹不疼我没关系，有娘亲疼我就够了。月儿，委屈你了。倘若叶青青真是叶伯简的外室女儿，说明她在16年前就已经跟别的女人苟且了。可是这么多年，我怎会一点风声都没听到？嫡姐，映雪，你怎么来了？快坐。哟，这不是我那渣爹的外室顾映雪吗？渣爹劝不了，亲娘亲自来上阵啊！难怪这么多年我毫无察觉，叶伯简竟直接把人藏在我眼皮子底下。枉我当年看你可怜，还收留你进侯府。这顾映雪最是可恨，嫉妒我娘是镇国公府嫡女，心理扭曲，伙同渣爹毁我娘名声，自己未婚先孕，还让我娘替他养儿女，妥妥的白眼狼。长姐，青青哭得都快断气了，你快去安慰安慰她吧。她又不是我女儿，要死就死远点儿。长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青青可是被你宠了16年的掌上明珠，她之前又不知道自己的身世，何其无辜啊！叶青青才不无辜，他们娘俩早就串通一气，可怜我娘以前被耍得团团转。哼，她无辜，当年她能换到侯府享尽荣华，定也是她亲生父母处心积虑吧。我本想着她若是安分，便还能让她风光大嫁，可月儿刚回府，她就闹自杀博同情，心机歹毒。我侯府容不下这种人，明天我就派人把她送乡下，省得死在侯府晦气。长姐不可！妹妹这么激动做什么？不知情的还以为叶青青是你的女儿呢。我这是替长姐着想啊，你刚接回亲女儿就送养女走，我怕外头的人会对长姐非议啊。非议？我宠自己的亲生女儿，赶走鸠占鹊巢的野种，别人能非议我什么？娘亲太帅了，就是要怒怼这种恶心人的绿茶。娘亲气场全开，我也要替娘出气。小姨好，方才我娘和爹吵架了，情绪不好，你别介意。来，喝口茶压压惊。这就是月儿吧，长得可真水灵。乡野村姑罢了，哪比得上我女儿青青。长姐，对不起，
方才是我失言了，青青也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一时……哎呦！哎呦，疼死我了！这是烂疼！妹妹，这是怎么了？茶里加了料，保你疼得像被万虫啃咬，熬一整晚，这就是你欺骗我娘的代价。疼得四肢乱加伤，还是我的亲闺女贴心，知道替娘报仇。张姐，我身子突然不适，先告辞了。你记得去劝劝青青啊。月儿，你刚回侯府，还不熟悉环境吧？娘带你去你的院子。好呀，娘亲。月儿，你好了吗？娘来看看你。娘亲，你看我这一身好看吗？我的天，是他，就是他，顾京晨，当朝顶级的腹黑疯毛帝王，哇，简直比天庭男仙还好看。月儿，这是你表哥镇国公世子顾京晨，得知你回府，特意来看你。晨儿，这就是你表妹叶静月。表妹庄安。表哥安好。表妹，这是送你的见面礼，希望你喜欢。哇，陌上人如玉，公子世无双啊！这长相气质，竟然比天庭那些男仙子还要好看100倍。凡间竟有如此尤物，看得我都失神了，想嫁！表妹未曾开口，我竟然能听到她的心声。顾京晨本是先皇后的遗孤，当年大乱被镇国公所救，养在府中。可是日后这国公府却会因他灭门死绝，知心好友为救他万箭穿心，挚爱更是因他屈辱而死，最后导致他黑化疯批，终成铁血地王。京晨竟是先皇后的遗孤，皇子之争凶险万分，绝不能让月儿嫁给他。月儿啊，你表哥2月后便要成亲了，你表嫂是丞相家千金，性子极好，回头介绍你们认识。那恭喜表哥了。哪还有2个月后的婚礼呀？1月后国公府就被5皇子陷害谋逆，满门抄斩。我才刚得知自己是皇子身份，表妹怎会知道这些隐秘？她不简单。娘，我妹妹呢？表哥，你也在啊？妹妹，这个是送你的见面礼。月儿，这是你三哥。谢谢三哥。这就是我那大名鼎鼎、作威作福的小霸王三哥啊！人人都说他丢侯府的脸，看着确实不太稳重。我这是听到妹妹的心声了，怎么她也嫌弃我？但外人都不了解他，三哥的心思最是纯净，还有一颗赤子之心。就因为看穿叶青青是绿茶，被他处处使绊子，才被传成不学无术的纨绔。三哥好无辜，好冤枉，心疼三哥。妹妹，你果然是我亲妹妹，就属你最懂我了，哥哥喜欢你。谢谢三哥，我也喜欢你。唉，可惜啊，过不了几天，三哥就会被人废了命根子，送到佛堂幽禁一生。三少爷，郑少爷在府门口等您了。三哥，我刚回府，有点害怕，你留下陪我好不好？三哥千万不能去啊！就是这郑少爷设的酒局害你，酒局上郑少爷会让你挺身而出，救下一个柔弱的女子。那女子半月后因酷似先皇后被选入宫城宠妃，转头就撞到你欺男霸女，皇帝一怒之下就会割掉你的命根子。明彻，你妹妹刚回府，今日你就留下来陪她，哪儿都不许去。是，妹妹最重要。你去告诉郑三，我今天陪妹妹不去了。是。不行啊，这阴谋渣爹也参与了，他要他的私生子来继承侯位，一定会设法逼三哥去的。不如我用苦肉计，切一根手指重伤，留住三哥，反正我手指长得快。明彻，郑三少都催到我这儿了，还不快去酒局？表妹竟能未卜先知，
先前所言可能非空穴来风，今日这酒局恐怕真有猫腻。渣爹太过分了，我绝不让他算计三哥。我刀呢？摸刀了。大可不必，妹妹不能伤害自己。明澈，你去账房指点银子，给你妹妹买些稀罕玩意儿回来，务必让她开心。娘，不要让三哥去，我想让他陪我。胡闹！男女有别，陪什么陪？果然是乡野村妇，上不得台面。是啊，养在府里的那个上得了台面，见正主回来就闹自杀吓唬人，果然是外面的野种，手段下作。夫人，你简直无理取闹！姑母，不如我陪明澈去，刚好我也要去那家酒楼。有顾京晨盯着应该没事，以他的聪明才智，一定能看穿这局。彻儿，凡事听你表哥的，不许惹事。是娘，快走，爹亲自送你到门口，别让郑三少等急了。糟了糟了，光想着三哥，忘了今夜大姐也被人设计陷害，遭人侮辱。什么？娘，姐姐今晚要被二皇子安排的地痞玷污，得赶紧想办法救回姐姐。除了姐姐，表哥也有劫难，你们放心，有我在，我会一一替你们化解。娘亲，你不是说我有3个哥哥1个姐姐吗？哥哥们不在，我想让姐姐陪我。姐姐呢？你姐姐在静心庵为你祖母祈福，这次已有1月，我正打算接你姐姐回来。我当然知道她在静心庵，那个二皇子和地痞流氓，我今晚要好好教训他们，但不能暴露我的凶残，得想办法甩下娘亲。有了，娘亲，你好好休息哈，这么残忍的事儿，还是我来吧。月儿，其实为娘没你想的那么弱。不要过来！小美人，别跑啊，陪哥哥们乐呵乐呵。别怕，哥哥们保证能让你玩得快乐。不，我是侯府小姐，你们敢动我，侯府绝不会放过你们。我们玩的就是侯府小姐，细皮嫩肉的，果然跟山野村妇不一样啊！浑身都散发着香气，我忍不了了，我第一个上！得换身行头施法，不能吓着姐姐。哟，这大半夜的，几个小伙子围着姑娘家干什么？哪来的死老太婆？少管闲事，滚一边去！就你也配动我？哎呀，还是吓到他了。哪来的疯婆子，敢坏本王好事？哼，我是你老祖宗！老祖宗饶命！我辈永远不识泰山。饶你？你做梦！让你欺负我姐，给你点教训。美人，你们这群混账，看清楚我是谁！你们不要命了！没想到今日之事竟然是二皇子的手笔。老人家，是您救了我。路见不平罢了。我救你是因为你是我亲姐啊！二皇子狼子野心，设计毁你清白再逼婚，目的是为了利用你的经商天赋，娶到你后就对你冷暴力，害你流产，让你抑郁而终。我可不能再让你惨死。我能听到她的心声，她是我妹妹。我乃云游道人，算到你今日有一劫。我的姐姐啊，你说你这么贤良淑德干什么？人善被人欺啊！祖母总送你来静心庵，根本就是和叶青青二皇子串通好的算计。你府中将会有巨变，片刻后，你亲妹妹会来接你。亲妹妹，
姐，你是？完蛋，姐姐可能还不知道真假千金的事，叶青青不是她的妹妹，我才是。姐姐，其实当年我跟叶青青报错了，我才是你亲妹妹。娘昨天刚接我回府，是娘让我来接你回家的。原来老人家是妹妹假扮的，是她救了我。我跟妹妹你回家。瑶儿、月儿，你们回来了。瑶儿，是娘对不起你。娘，女儿在京西岸遭尼姑们虐待，我曾求爹转告您救我，可他说您不管我。胡说，他从来没跟我说过。要是知道你在那里受苦，我怎么会不管？娘，爹为何如此待我？我难道不是他的女儿？你当然是，只是他心里只有那外馆生的叶青青，换走我，搓磨你，都是为了给叶青青铺路。我们全是炮灰。外室，叶青青是叶伯简的私生女。瑶儿，娘接下来说的话，你务必牢记听好。当年换掉月儿，是你爹一手策划，因为叶青青是你爹外室的女儿，她那外室就是你小姨顾映雪。他想让顾映雪跟叶青青来享侯府的荣华富贵。爹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当然是为了国公府的权力和我的丰厚的嫁妆。哇塞，坦白局就该这样，有什么都说出来。我要努力让一家人一条心，绝不做冤种，让一家人圆满。当然，要是能嫁给表哥，就更圆满了。这月儿怎么总惦记着顾京晨？必须想办法断了他的念想。天色不早了，瑶儿你受了惊，先去歇歇。月儿，你陪着你姐姐。好，娘。一家人的危机暂时解除，今晚终于能睡个好觉了。坏了，叶青青是要给娘下毒。姐姐，你先回房，我忘了东西要拿。月儿，你等等姐姐！叶青青这毒应该几天后才下的，难道因为我改变了姐姐和哥哥的命运，时间提前了？娘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不懂事惹您生气，这是我炖了2个时辰的汤，给您赔罪。鸠占鹊巢的冒牌货，给我有多远滚多远！汤里被下了七追魂草，连喝7次就会神志恍惚，变成不能自理的傻子。这叶青青真是个狠人，我养了她16年，到头来竟是条养不熟的白眼狼。她就是顾荣的亲女儿，小贱人也敢坏我好事！妹妹，我知道是我占了你的位置，让你和母亲骨肉分离这么多年。你恨我是应该的，是我对不起你。叶青青在府里被宠了16年，我一回来她地位受威胁就给娘下毒，这会儿装可怜给谁看呢？你当然对不起我，我本该是锦衣玉食的侯府千金，却因你在外流落16年，我回来当天你还闹自杀，怎么？我回来碍着你的路了？我不是，我当时……行了，别解释了，娘。我才是你的亲女儿，你可不能亲疏不分啊。月儿说的不错，我不是你娘，你不用叫这么亲热。娘，我们这么多年的母女情分，您真的要舍弃我吗？哼，真有情分的话，这下了毒的汤又算什么？娘，你看，这是我熬了2个时辰的汤。专门来给您赔罪的，您喝一口好不好？还敢害我娘，今日我一定要让你自食恶果。怎么，姐姐自己熬的汤还嫌难喝，还是说这汤里下了毒？
七追魂草要喝7次才致命，我才1次，没事的。不，我怎么可能给娘下毒？是你灌汤呛到我了。你看我喝了不也没……什么味儿这么臭？哇，姐姐，你该不会是在汤里下了巴豆吧？那你喝了那汤，现在岂不是拉裤子了？我没有。叶青青，你这般失态，实在有辱侯府体面。活该，这是我送你的见面礼，蹦蹦大礼包，连放3、4天屁，看你还怎么出来霍霍别人。这叶青青啊，是彻底的养废了。这些年被叶伯简蒙蔽，所托非人，须得合理，否则我的儿女迟早都要被他毁了。瑶儿，你妹妹刚回来，你做姐姐的要多疼爱她。娘，放心吧，我第一眼就很喜欢月儿，她是我妹妹，我一定会真心待她。我也喜欢姐姐。昨夜小厮来报，说明澈那边遇刺，人被带去衙门审了一夜，到现在还没回来，可别真出什么事啊！娘，别担心，表哥智勇双全，定会护着哥哥无事的。郑三少到底有没有让叶明澈救下那女子？京晨、明澈，你们可算回来了，一夜未归，真是吓死我了。娘，妹妹，我和表哥都没事。怎么就他一个人？那个女子呢？按计划，他该英雄救美带人回来才对。明澈，昨夜行刺到底怎么回事？昨夜和郑少林他们喝酒，他说天香楼来了个绝色歌姬，叫人来助兴。结果人刚到，就有刺客闯进来，一刀杀了歌姬，还砍伤了郑少林。来，叶少、郑少，你来晚了，得多罚几杯。罚酒自然少不了，但我为赔罪，特意请了天香阁最好的歌姬。若不是官兵来得快，不然我现在指不定是躺着还是竖着。呸！胡说什么混话，没事就好。渣爹听到歌姬死了，慌了吧？明澈，你昨夜吓坏了，娘让人熬了安神汤，我带你去喝。叶明澈，你一身好功夫，为何不出手相救？郑尚书若知道他儿子在你酒局上被人断了命根子，他岂会善罢甘休？我怎么生了你个孬种？侯爷息怒，昨夜我也在场，刺客来势汹汹，下手狠辣，我们当时自顾不暇，根本来不及施救。叶伯简，明澈是你儿子还是仇人？出了意外，你不想着他有没有事，反倒只关心外人。哼，你懂什么？我这是为了侯府，为了咱们全家。你这般咄咄逼人，哪儿还有半分侯府主母的风范？我没有主母风范，那这侯府主母我不当了，和离吧。娘亲终于摊牌了，霸气痛快。夫人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当初成亲是侯爷你上门再三求娶，说会敬我、爱我、护我，可这些年你母亲折辱我，你可曾站出来护过我半句？瑶儿在静心三被欺辱，向你求救，而你却视若无睹。我只是太忙了，顾不上这些。那月儿呢？月儿被人调包，害得我们骨肉分离16年，别说是下人作祟，能买通丫鬟、接生婆和所有眼线，除了侯府主人，谁有这个本事？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，否则我就请我爹郑国公来查。这件事
要么你给我真相，要么我们和离。顾荣的嫁妆还有一大半没到手，绝对不能和离，否则我损失惨重。你简直蛮不讲理，我懒得跟你吵。娘亲，好样的！晨儿，让你见笑了。姑母，无碍。只是昨夜那歌姬确实和先皇后有8分像，明显是有人故意设局。那歌姬若被送进宫，定会让皇帝陷入执念，引发祸乱。幸好我派刺客先行下手，斩草除根。你们昨夜都受了惊吓，各自回去休息吧。那姑母，京城先告辞了。表哥，你路上小心。娘，你和三哥都累坏了吧？你们先进府休息，我去送送表哥。哎，你这孩子，表哥，等等我。国公府不到1月就要被五皇子陷害灭门了。表哥和五皇子相识多年，我得找个机会让他看清那人的真面目。京城身份特殊，月儿和他走得越近，日后越危险。罢了，眼下先稳住侯府，掌权后再和离，这是慢慢想办法。表哥，我听三哥说西巷那家糖葫芦很好吃，我们去买好不好？长得好俊俏的郎君啊！不愧是比南仙子还好看的人，这些姑娘的目光都恨不得把她给吃了。表哥，你去茶楼等我一会儿，我买好糖葫芦来找你。别乱跑。表妹身上有太多秘密，她执意要跟着我，是要做什么？靠，这是五皇子的那条黄狗啊！专门替五皇子物色良家少女攻击虐待玩弄，这家伙难道是盯上我了？糟了，忘了今天就是15，五皇子每月凌辱女子的日子。五皇子向来温润仁慈，怎么会虐待女子？五皇子这个伪君子，表面亲密，背地里虐杀无数女子，虚伪残忍，还装成贤王骗了表哥。正好，今天就趁这个机会，让表哥看清他的真面目，让他付出代价。表哥那么聪明，看到我被跟踪，肯定会追上来的吧？给你来点化功粉，1个时辰后武功尽失，经脉全断，这就是你帮五皇子助纣为虐的下场。这小丫头居然没晕，差点把我都骗了。爷，人带来了。很好，这次的货比以往都要漂亮些呢。这个人渣，每月都要虐杀一个妙龄女子，玩弄折磨对方一整晚，太恶心了。你们是谁？求求你，放了我！小媚人儿，来，乖乖的，让我好好宠宠你。不要，我想回家，求求你放了我！我来了。表哥身材真棒，又硬又结实，喜欢喜欢，想嫁想嫁。表妹啊，别再痴心我了，姑母不会同意的，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。得罪了。表哥还点我穴，我还没摸够呢。哪来的杂碎，敢坏我的好事？黄狗，杀了他们！是。无知小辈，让你见识见识黄榜第5高手的厉害。
级剑法。忘了告诉你们，我表哥可是天机老人的亲传弟子，世间第一剑圣。高手，手下留情，我是大前国五皇子，未来的储君。只要你放过我，我定会许你荣华富贵，让你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枉我一直以为你清正爱民，想尽心辅佐你上位，没想到你竟是这般阴狠歹毒的畜生！你这衣冠禽兽，不配当储君！啊！眼睛，我的眼睛！皇子遇刺，援兵很快就到，我先带你离开。心疼表哥，他把五皇子当挚友，如今得知他这么不堪，心里一定不好受吧？师父司命说过，他是凡间这100年来最命苦的人，家人灭门，朋友身死，恋人受牵连，唉，太惨了。师父，原来表妹知道的那些秘辛，是她师父告诉她的。既然我已提前知晓，就绝不会让身边的人因我再受伤害。什么帝王之位，我根本不稀罕。话本里不都说救命之恩以身相许吗？我要是趁机以身相许表哥，岂不是赚大了？表哥，刚刚吓死我了，还好你及时赶到救下我，救命之恩无以为报，我愿……表妹，不用，我是你表兄，救你是应该的。表哥果然是正人君子，不趁人之危，大义，更爱了。完了，表妹不会对我情根深重了吧？快走快走，我可不想被姑母打死。表妹，前面就是侯府，你自己进去，我先走了啊！表哥，我还没报答你呢，表哥，你别走啊！爹娘，妹妹好狠的心，故意让我浑身散发异味出洋相，害得我连太子殿下都不敢见。侯爷，嫡姐刚找回亲女儿，我们青青就被欺负成这样，您可得给我们青青做主啊！那顾荣如今像变了个人，我也拿他没办法。今日竟还敢跟我提和离，真是反了天了。侯爷，您可别忘了，太子爱慕我们青青，早就暗下承诺要青青做太子妃的。那您以后就是未来的国丈，何等风光！如今未来的太子妃被人欺负成这般，您总不能袖手旁观吧？国丈我当然想当，可眼下顾荣不听话，叶明彻那小子毫发无损，郑少林反倒被割了命根子，闹得满城风雨。郑尚书现在肯定不会轻易放过我，我还能有什么办法？年幼时仙人点点我，能吸取别人的气运，可自从叶静玉回来，我的气运就一路下跌。这个贱人必须除掉。爹，那郑家看重名声，我们把郑家的脸找回来不就行了？怎么找？还能把那玩意儿接回来？倘若我们为郑三少寻得一位亲事，并且让他的夫人怀孕，那废物谣言不攻自破，到时候郑尚书感激您还来不及呢。爹爹，我们家不就正好有一位女子吗？妙啊！让叶静月嫁给郑少林，既能拯救郑家的名声，还能把那碍眼的丫头赶出府，一举两得。夫人，是尚书府的郑夫人带着大批聘礼上门了。郑夫人，哎呀，顾姐姐好久不见，我今日来是替我小儿子上门求亲的，求的是你刚找回来的小女儿叶静月。肯定又是叶青青那绿茶一家搞的鬼。皇城谁不知道，几日前郑少林遇刺都已经废了，哪还能求娶我妹妹？那都是误会，灵儿那日遇刺只是受了皮外伤，她若真废了，我还能上门提亲吗？再说我尚书府高门大户，你们月儿乡野长大，没规没矩的，嫁过来那是高攀。高价？把我妹妹嫁给一个废人，还要我们全家感恩戴德吗？我月儿刚接回来几天，我都还没疼够呢，绝不可能让她嫁过去的。不过府中还有个假千金，从小千娇异宠，若是尚书府诚心求娶，我倒是愿意把青青嫁过去。娘亲太给力了，反手就把锅甩给叶青青，高明。不可！青青正跟太子走得近，不能给他定亲。
侯爷就别做那高攀的梦了。叶青青若是我亲女儿侯府嫡女，或许还有资格争太子妃。可她就是个鸠占鹊巢的冒牌货，别说太子妃，连太子良娣都不够格。所以更要把月儿嫁出去。对外说月儿是养女，青青还是我们的亲女儿，给青青和太子制造机会。这渣爸也太可恨了吧！为了让叶青青攀附太子，竟然要篡改我的身份，把我推入火坑。侯爷真是好算计啊！为了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往上爬，就能把亲女儿推进火坑。夫人慎言，青青在我这儿养了这么久，我可做不到像夫人这么冷血。侯爷现在清醒了吗？夫人，你娘亲不愧是镇国公之女，这气势绝了！给渣爹来个好玩的，让他当众认错，省得在这儿碍眼。我错了，夫人，我错了，夫人，我错了，夫人，怎么回事？我的手怎么不听使唤了？侯爷既然知错了，还不滚！哼，让你气我娘！顾姐姐，你怎么能打侯爷？你不说话，我都把你忘了。当年你因我的身份攀附我，我出事后你第一个诋毁我，如今还为你那废物儿子上门下聘，妄想毁我女儿，我怎么可能会放过你？来人，把这毒妇、他的人，还有这些破烂聘礼，统统丢出去！娘亲威武！明彻，你去门口喊一行子，把尚书府的阴暗勾当全说出来，让百姓都看清这家人的嘴脸。好嘞，大姐，我这就去办。诸位乡亲，这尚书府欺人太甚，竟想将一个残废儿子强塞给我侯府。我娘愤怒至极，将他们打了一顿，丢出府。家中有女儿的，务必防着这卑鄙一家。打得好！三少爷人废了，还上门提亲，这不是明显要祸害人家的好姑娘吗？为了遮丑，竟要毁人一生，好狠毒的心思啊！简直畜生不如！好你个顾荣，你给我等着！月儿，你放心，娘绝对不会答应你嫁给郑少林那个人渣的。我相信娘，我娘刚才太帅了，有国公府嫡女那个味儿了。月儿，你以后想做什么就去做，娘永远是你的后盾。这侯府里的规矩你都可以不守，只要你开心快乐就好。娘的意思是，你以后喜欢谁就嫁给谁。我当然是想嫁给表哥了。姑母看我的这眼神，怎么像要杀人？表哥，你来啦！姑母，父亲听闻尚书府来侯府提亲，命我过来看看。且郑少叔已废，不能娶妻，无论他求娶哪个妹妹，姑母千万不要答应。知道了，你回去告诉我哥，这婚事我没同意，快回去吧。好，我回去告诉父亲。只是尚书府为何突然跟月儿妹妹提亲？月儿刚回来，知晓此事的人不多才对。这婚事是侯爷的主意。渣爹果然是渣爹，永远都是这么没下限，想把我推给郑少林替他顶罪。等着，今晚我就去教训郑少林，让他们矛盾彻底激化。我倒是挺好奇，月儿妹怎么教训郑少林。姑母，父亲那边还在等我消息，我先回去。此事我也会如实回禀父亲。让你无耻，让你混蛋！我要让全城人都看看你没了命根子的丑态！表妹真狠啊，不过我看得真解气。只是天一亮，巡城的就会把人放了，只有少数人能看到，岂不是浪费了表妹的心思？有了！着火了！有盗贼放火了！大家快起来灭火呀！救火！救火！那是什么？那城墙上挂着光溜溜的，不是郑尚书府的三公子吗？还真是，原来三公子真的废了，今日算是亲眼见到了，传闻是真的。谁干的？
这到底是谁干的？放我下来！快放我下来！怎么感觉早餐氛围这么奇怪啊？郑少林被扒光挂在城墙上出丑，大家不高兴吗？难道我又做错了？心慌慌。果然是玉儿妹妹做的，太解气了。夫人，不好了！慌什么？慢慢说，发生什么事了？狗娘养的，姓郑的这帮混蛋，我要杀了他们！三弟别冲动，到底怎么了？那是盖了爹印记的玉儿和郑少林的婚书，他们这是要逼玉儿嫁过去，简直是太过分了！哟，这是打算来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了？嫁就嫁，谁怕谁？等我嫁进去尚书府，不给他们闹个天翻地覆，我不姓叶。娘，这婚事我不答应。月儿，这门婚事娘绝对不会答应，哪怕有你爹的印签，我绝不会点头。你也不要说娘不爱听的话。娘亲真的太爱我了。这渣爹这么缺德，我是不是也应该劝娘把叶青青嫁给恶棍？恶心恶心渣爹！你爹做事这么没下限，我们便以牙还牙。来人，取笔墨来，我亲自写婚书，把叶青青嫁给城东的屠夫。娘亲，你真是果决利落，女儿自愧不如。夫人，你干什么？送你样东西，你肯定喜欢。夫人，你疯了！你竟然把青青许配给城东的屠夫！她本就不是我女儿，在侯府养尊处优这么多年，我还给她找到合适婆家，已是仁至义尽了。不行，这门婚事我不同意。名义上我是她的母亲，婚姻大事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我让她嫁谁，她就要嫁谁。夫人，不可啊！青青是要当太子妃的，不能随便嫁人，你可别犯糊涂。到底是我糊涂还是侯爷糊涂？你都能把玉儿嫁给郑少林那个废人，我为什么不能把叶青青嫁给屠夫？你作践玉儿去捧叶青青，我就偏不让你如愿。夫人，玉儿就是个乡野丫头，不懂礼仪规矩，也不会给我们带来利益。可是青青不一样，她是侯府养大的金枝玉叶，还和太子交好，将来嫁去东宫就是太子妃，甚至可能是未来皇后，那我就是国丈啊！叶伯姐，你想当国丈，我不拦着你，但是你把玉儿推进火坑，还在婚书上盖侯府印章，简直无耻到了极点。夫人，你别忘记了，这里是侯府，我是你夫君，以夫为天，你得听我的。青青的婚事我不同意，而月儿必须嫁给郑少林。我不会让你如愿的。好你个泼妇！我圣旨到。侯爷说错了，这侯府不是你说了算，天子脚下一切都是陛下说了算。你什么意思？凡皇上口谕，宣承恩侯与夫人一同进宫觐见，接旨。臣妇接旨。臣接旨。夫人，好好的，你为何要让你哥哥在陛下面前告状？有什么事不能好好商量？商量？你明知郑少林已废，还执意逼玉儿嫁他，这也配叫能好好商量？夫人，我错了还不行，要是让陛下动怒，那我……参见皇上。夫人请起，赐座。谢陛下。侯爷可知自己犯了什么错？臣不知。那就跪着反思，跪到想明白了为止。顾荣，你是先皇后最亲近的姐妹，当年朕未能护你周全，让你所嫁非人。今日你只要开口，朕可以替你杀了他。陛下饶命，臣知道错了，臣不该同意跟郑家的婚约，臣罪该万死，臣立刻就退婚，求陛下息怒。夫人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。看在我们20多年的夫妻，5个孩子的份上，你给陛下求求情啊，夫人。让我求情可以，你得答应我3件事。夫人，你说。第一，以后孩子们的婚事你不许插手。好。第二，以后侯府上下我说了算，你同意吗？第三，你当着陛下的面起誓，承诺侯府爵位留给明彻。果然啊，他是想把侯位留给他和顾映雪的私生子吧？侯爷迟疑什么？怎么，你的爵位还想留给别人不成？莫非你在外面有人了？莫非你在外面有人了？绝对没有，我只是……那还不快起誓！
请陛下作证，承恩侯的爵位留给我儿子叶明彻。滚！还要他的命吗？陛下，这是臣父的家务事，我们自己处理就好。承恩侯，你知道你为什么叫承恩侯吗？臣知道。承是承朕的恩，承顾荣娘家的恩。来人，传朕旨意，承恩侯治家有失，即日起官职降2级，在家禁足2个月，在家好好反省。如果你在侯府过得不好，可以随时来找朕，朕可以随时为你杀了他。谢陛下。回去吧。叶伯简，你真没出息。娘，你去宫里没事吧？没事，这次进宫，你爹没讨到半点好处。还有，郑家要离开皇城了，你不用嫁到郑家去了。娘，你真的太好了，爱你爱你！娘，妹妹，快看我带了什么！知道妹妹喜欢甜食，今日我运气好，买到了一盒七斋阁的桂花酥。这可不是你运气好，是你连续3天起大早去排队才买到的。我就是出去玩，顺便排个队。七斋阁的糕点巨难买，三哥真是费了心思了。三哥，你真好，我好感动，爱你爱你。我也最爱姐姐了。那我呢？你们都是我最好的家人，爱你们爱你们，亲亲亲。在侯府生活了16年，从未得到过这般宠爱，凭什么他一回来我就要被排挤，被下嫁屠夫？我会让太子立刻来求娶我，等我当上太子妃，必定狠狠打你们的脸，绝不会让你们好过。叶夫人，本宫今日前来是为求娶青青为太子妃，还望夫人应允。顾荣，太子殿下亲自上门求娶，青青与那屠夫的婚事必须作废。你可别不识抬举，耽误太子大事，你承担不起。叶青青真是厚颜无耻，明明是我姐姐救的太子，功劳却被她抢了，还联合二皇子想毁姐姐清白，如今还敢让太子来求娶她。有我在，叶青青休想当上太子妃。原来太子对叶青青的好根本不是喜欢她，而是抢了我的救命功劳。我当初竟被他蒙骗了。太子殿下，好些了，但还是得尽快找大夫。姐姐，我来看你了。青青，你在这照看太子殿下，我去寻大夫。太子，您现在好些了吗？是你救了我。青青，这是姐姐，这是太子还你的救命恩情，殿下不希望外人知晓，也不愿有人挟恩图报，还请姐姐烂在肚子里。我明白了，我会守口如瓶的。难怪他当初主动送珠宝来，根本不是报恩，是怕我泄密，故意设计封口。叶青青，我绝不会让你得逞，属于我的一切，我必亲手拿回来。叶夫人，你刚接回亲女儿，就将青青许配给屠夫，如此厚此薄彼，苛待养女，实在不配为人母。太子殿下，臣父与亲生女儿分隔16年，好不容易得以团聚，心里眼里全是这失而复得的女儿，连其他孩子都无心顾及，又怎会有心思去苛待一个假女儿？你们不过是仗着青青良善，故意欺负她。半年前青青救了本宫，今日本宫便昭告众人，封她为太子妃。看你们今后谁敢再欺辱她！太子殿下，您确定您的救命恩人是叶青青吗？太子殿下，臣女想要跟您讨一样东西。太子殿下，臣女想要跟您讨一样东西。叶小姐身为侯府嫡长女，皇城贵女表率，这般堂而皇之向本宫讨东西，于理不合。太子误会了，臣女不是讨要，是要回本就属于我的东西。叶小姐，若本宫身上没有你的东西，你可知污蔑太子是何罪？臣女没有胆量污蔑太子，还请太子
容臣女说明缘由。叶云瑶这是要干什么？她明明答应守口如瓶的。本宫很好奇，本宫拿你什么了？半年前，青青，青青，你怎么了？好你个叶青青，怕真相败露就装晕，哼！看来得本仙女出场了，坚决不能让叶青青破坏这真相大白的时刻。放开她，让我来。这可是本仙女亲自研制的无敌爆臭僵尸粉，别说装晕，就算是死人都能从棺材里蹦起来。姐姐，快说快说，不然这戏精又要作妖了。太子殿下，半年前进嫡姐，嫡姐，我很不舒服，你能扶我回房休息吗？求你了。哪里不舒服啊？我这良药能治百病，再给你试试。姐姐，快把在太子那里的东西要回来。太子殿下，我真的太难受了，你送我回去休息好不好？好，我送你回去。有什么话下次再说吧。太子殿下，我有很私密的东西在你这里，不能等下次。好，给你1句话的时间，快说。不行不行，绝对不能让叶云瑶说出真相。太子殿下，半年前静心庵是我。青青，你怎么了？嘿嘿，我的僵尸粉不仅能破装晕，还能让他短暂僵如尸体，动弹不得，说不出话，活该！姐姐快说，不然以后太子这蠢货还会帮叶青青作妖的。太子殿下，半年前我在静心庵的门口救了你，当时是我用手帕塞住您的嘴，防止咬舌。手帕是女子的私密物品，还请殿下归还。你说什么？请殿下还我手帕。当初本宫醒来的第一眼，明明是青青，你这是想冒领救命之恩，攀附本宫，混淆视听吗？你可知欺骗本宫是死罪？当初青青从东宫带回万两黄金，说是殿下不喜欢被救命之恩束缚，让我守口如瓶。那万两黄金就是给我的报酬，太子殿下现在怎么不认了？姐姐，明明是我救了太子，是我让姐姐你去喊大夫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我有证据，太子殿下，请看。我的手帕皆由我亲手所绣，左上角绣有一朵小云，正对应我的名字云瑶。殿下，您别误会，那是因为我平时粗心，不常戴手帕，便向姐姐借了一块。手帕虽然是姐姐的，但救您的人真的是我呀！这叶青青真是强词夺理。姐姐，快告诉她关键证据，彻底揭穿她的丑恶的嘴脸。青青，你既然准备的这么齐全，我也不问你救人的细节了。殿下，您发病时意识是清醒的吧？是。我当时在你耳边说了一句祝福的话，你还记得吗？我记得。青青，既然你说是你救的太子殿下，那句话是什么？嫡姐，枉我昔日对他百般疼爱，他偷走我的救命之恩不算，还背后设计陷害我。叶青青真是无可救药，所以你说不出来是吧？他该不会要说忘了吧？这也太无耻了吧！所以，救我的根本不是你，对吗？是我，殿下，我只是一时忘了那句话，真的是我。青青，愣着干什么？继续狡辩吧。殿下，可我救您的时候，姐姐也在现场，她肯定也听到我说的那句话了。可事实是，我什么都没说呀。我救太子的时候，什么都没说。你竟然诈我！殿下，请殿下把手帕还给臣女。太子殿下，手帕这东西很私密的，你快还给我姐姐，不然有损姐姐名节。拿来吧你，磨磨唧唧的。姐姐收好，私密物品可不能落到不三不四的人手里。连太子都敢挤兑，你这丫头真是什么都不怕。
别淘气。殿下，我只是太仰慕你了，求您原谅我这一次。叶青青，你满口谎言，当本宫是傻子。从今以后别出现在本宫面前，否则本宫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娘，姐姐，三哥买了天香楼的好吃的，正等着咱们呢，快走快走。叶青青，今日之果皆是你自己种下的因，好自为之。哼，自作孽不可活，让你抢姐姐的功劳。快过来，排了半个时辰队才买到天香楼招牌，快尝尝。好香，三哥你太好了。就你贪嘴。风波总算告一段落，只是叶青青那边怕是不会善罢甘休。好好吃，太子就是个糊涂虫，不值得托付终身。太子殿下怎样与我无关，我又不嫁给他。对啊，管他是蠢还是不三不四呢。真好吃，要是表哥在就好了。天仙市的美男子想见了。三弟，京都的射艺大赛是不是在筹备了？还有2月才开始，表哥去筹备了。上次我还拔了头筹呢。三哥你太厉害了，这射艺大赛怎么那么耳熟呢？不管了，好想去凑热闹啊！娘亲，我也想去看表哥筹备，好不好嘛？不准去！我要杜绝玉儿跟顾京晨接触，再接触下去，他的心和人迟早都要被拐走。娘，妹妹闲着也是闲着，正好见见世面，熟悉一下京城。娘亲，人家真的好想去嘛！糟了，我说怎么耳熟？表哥在去筹备赛前事宜的路上会遇到埋伏，他的义妹陷害他，让他重伤昏迷，九死一生，还失去了记忆。等3个月后他伤好回来，国公府覆灭，好友死绝，恋人被辱，我必须得尽快赶去救表哥。玉儿，娘，我有急事，出去一趟。玉儿回来，我陪妹妹一起去。路上小心。娘，您放心，玉儿妹妹聪慧机灵，定能化险为夷。何况有表哥在，定会护好她。只是娘，你好像不希望玉儿跟她多接触。你表哥玉树临风，卓尔不凡，玉儿天真烂漫，我怕她跟他接触多了会痴心错付。这不是好事吗？若玉儿能嫁表哥，您本该更宽心才是。好什么好？你表哥心里装着林小姐，咱们顾家从不纳妾，我也不会让玉儿当妾。你觉得他这般喜欢表哥是好事？女儿明白了。表哥，我出现幻觉了。这表妹还真是一公不死啊！表妹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娘说让我跟着你见见世面，就来啦。我为什么来了？你马上就要被义妹算计重伤失忆，九死一生。3个月后，国公府、我娘、我哥都可能遭难。一路狂奔，颠得我5脏6腑都要碎了，你还敢嫌我？赶路累了，先喝口水，我给你叫些吃的垫肚子。谢谢表哥。我怎么觉得他在躲我？难道他发现我想嫁他？你是没表现出来，但你的心声全暴露了。既然表妹来了，就一起赶路吧。公子是走这西边小道吧？走东边，西边要你命。走东道。顾大人，您之前不是说走小道更快吗？表妹是女孩子，小道比较颠簸，我们走东道，速度放快一点，是一样的。还是表哥疼我，知道小道难走，我们就走东道，宽敞又平稳。出发。哇，表哥的手好温暖。王爷，救命！有人抢劫！安柔妹妹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表哥，前面有打斗声，你快去看看。这姑娘我照顾她。果然，就算不走小道，这毒妇还是会冒出来。顾大哥，救救我！她背在身后的匕首淬了毒，碰到表哥就能让他功力尽失。唉，他跟表哥从小一起长大，表哥怎么会防备他？表哥，小心！
你可不能有事啊，不然我们这2个弱女子就会被先奸后杀了。不好，他又要搞事情，不行，我也要搞事情，誓死保护表哥。陈安柔这个蠢货，被人当棋子还不自知，这些杀手的刀可是真正要命的，才不会管他死活。姑娘，小心！这可不怪我啊，你的队友不给力，明明对方只要收起刀，你就死不了。表哥救我！表妹小心！表哥，吓死我了！表哥胸膛好结实，身上好香，抱着好有安全感。嘿嘿嘿，赚了赚了！大人，这些人都死了，他们嘴里都有剧毒。这些人绝非山匪，你速去报官，彻查此事。另外，派人将尸体送往华轩城陈家，告知他们真相。是。表妹，有没有吓到？表哥，我刚刚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想救他，不知道他怎么就撞上去了，我没有害他。还是卖个惨撇清嫌疑吧，柔弱点，表哥肯定心疼。表妹也是为了护我，算不上害他，只是他……好痛！怎么受伤了？不知道，当然是趁乱自己滑的啦。现在表哥只顾心疼我，就没工夫为陈家兄妹伤心了。表哥，我没事的。这个表妹性子跳脱，内心戏极多，明明有实力，却总爱折腾，把自己弄得一身伤，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我。表哥眼神好温柔，这时候我要是说以身相许，能有几分把握？月儿表妹受伤了一定要告诉我，不然姑母那边我没法交代。表哥，你这不解风情的木头，我一片真心为了狗。表妹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没什么，表哥，这次损失惨重，射艺大赛的筹备不如换个人吧。射艺大赛就是陷阱，必须让他避开。不行，这是皇上亲口交代的差事。表哥，那刀好像有毒。月儿，撑住，我这就带你去找大夫。表哥，我要回去，我想娘了。好，我们回去。小丁，快下马车，越快越好。表哥，我妹妹这是怎么了？明澈，快去找大夫，月儿表妹中毒了。什么？我马上去请大夫。月儿，我的月儿怎么了？金晨，月儿是不是因为你才伤成这样？姑母，是我没护好月儿，都是我的错。娘，先救月儿要紧。还好谎称中毒，把表哥骗回来了，不然他非要去筹备那破赛，命都要搭进去。这妹妹怕是对表哥情根深重，为了留住他，连装病下毒都用上了。清晨，你先回去吧，月儿有我和云瑶照料就好。姑母，我想留在这儿照顾月儿。不必了，月儿需要静养，你在这儿也帮不上忙。你们今日遇刺，射艺大赛的筹备就别去了。娘，我去给妹妹包药。这丫头为了金晨连自己都敢伤，以后可怎么办？难不成我真要同意他们？狄姐，听说月儿受伤了，我特意炖了补汤来看看。狄姐，听说月儿受伤了，我特意炖了补汤。放下吧，月儿刚睡下，别吵她。对了，琪儿过些日子就要从书院回来了，我近来手头紧，想给琪儿买些补品，不知道姐姐能不能再给我些？装什么装？就这点小心思。知道了，回头让下人给你送去。多谢姐姐，那我就不打扰了，先走了。夫人，二小姐这是想让叶青林彻底留在叶家，她想当侯爷的姨娘吧？她想当就当呗。顾映雪才不屑当姨娘，她精明着呢，不嫁人，儿子有人养，女儿有人护，不用打理府邸，不用受婆母气，在外潇洒自在，只要在渣爹面前装装温柔，就能得宠，
多爽。这么一分析，顾映雪的日子确实比我这个侯府主母还舒坦。渣爹其实也是个冤大头，顾映雪在外情人一大堆，叶天琪根本就不是他的种，他纯纯是个绿头龟。娘，月儿，你刚刚都吓死我了。娘，我没事儿，可能就是吓晕血了，这点小伤不算啥。娘，我刚刚听你们说小姨，爹都跟小姨有一腿了，你想过和离吗？和离？他想得美，我要的是他净身出户。娘，我有一计。你先养好伤，这件事等你好了再办。好的，娘亲。夫人，这顾家上下都由您来打理了，您这次来又是想干什么呀？侯爷，前几天我跟映雪妹妹有了争吵，她好几日没来找我了，估计是生气了。这个月的银钱我还没给她，你替我送去吧。陛下禁足我这些日子，好久没见映雪了，这机会来得正好。姐妹哪有隔夜仇？我送去，她自然就懂了。那就辛苦侯爷了。能替夫人分忧，是我的荣幸。月儿的事儿是我糊涂了，我保证改过，好好补偿月儿，夫人就不要生我气了。那就看侯爷表现。快去吧，映雪花钱大手大脚，这钱可别送迟了。夫人真是良善，世间只有你会这么对待你的庶妹，我这就去。辛苦娘亲了。走，月儿，陪娘去捉奸。娘，光我们两个有什么意思啊？既然要捉奸，当然是闹大了，而且还是越大越好。要不找个人一起见证？对，你说的很对。你觉得谁合适？娘，要不就国舅夫人吧。听说国舅夫人最爱传八卦了，有她在，桃色新闻满天飞。好主意，走，我们故意找她逛街去。必须是国舅夫人啊！叶天琪的亲爹可是国舅大人。叶天琪的爹竟然是国舅大人。顾荣，这就是你刚找回来的女儿啊，长得很标致啊。果然名不虚传，国舅夫人真是个彪悍虎女。夫人谬赞了。哎呀，我东西落在映雪妹妹那里了，得回去拿一下。实在是演技派啊，母亲。走走走，我陪你去，别耽误咱们逛街。这丫头也不知道关门，我们自己进去吧。官人，你轻点。我的心肝。哦，官人，这什么声音？我们快走！这怎么能走呢？大白天的如此不检点，必须看看是谁。大胆狗男女，竟然敢白日宣淫！这怎么是侯爷啊？顾映雪，你无耻！你们这对狗男女！张姐，别叫我张姐，你以后就没有张姐了。
解释！母亲，先喝杯热茶歇歇吧。月儿，刚才那一刻，我身上的枷锁好像松了，前所未有的轻松。我对你父亲，终于不再有期待了。娘，渣爹配不上你，你感觉轻松，是因为你已经彻底的觉醒了。娘以前也是肆意潇洒的将门虎女，自从明杰被害，就变得唯唯诺诺。这一切都是顾映雪和渣爹的算计。娘，他们这么欺骗你、陷害你，我们不能就这么轻易的放过他们。我当然不会就这么放过他们。夫君，你绝对猜不到今天发生了什么大事。夫人这般兴奋，定是有新奇事发生。今天顾荣约我逛街，凑巧去顾映雪那里，你猜我们看到了什么？顾映雪，她怎么了？难不成她偷人了？夫君你好厉害，竟然一猜就中。顾映雪真的在偷人，还被我看到了。你再猜猜，她偷的人是谁？看夫人这样，她不知道我和顾映雪的事。那贱人竟敢背着我偷人！你猜不到吧？是叶伯简啊，他的亲姐夫啊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劲爆啊？叶伯简，我亲儿子麒麟还挂在他名下呢。难不成这儿子不是我的，是叶伯简的？这个顾映雪太不知好歹了，竟然跟叶伯简搞出了私情。当年要不是顾荣护着他，早被他爹沉塘了，简直忘恩负义。明天我就要去昭告外面的人，小心着这样顾映雪偷人的人。好你个顾映雪，竟敢偷人！从今之后，休想在我这儿得到半分好处。夫人，你听我解释。张姐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这些年守寡不甘寂寞，勾引了姐夫。姐夫是无辜的，他是被下药了才发生这种事情。下药个屁，顶多是你俩为了刺激下的媚药，还倒打一耙。你的身边除了渣爹和国舅，还有5个男人呢。所以你说这么多，是让我原谅你姐夫，那你呢？张姐，我自知没有脸面要求长姐的原谅，我只是说出真相，让长姐不要误会了姐夫，都是我的错。叶青青和顾映雪这对母女真的绝了，眼泪说掉就掉。这次是第一次吗？以前有过吗？没有，这是第一次。因为上次姐姐说我不知羞耻，我怀恨恨在心，所以姐夫来的时候我就给他端了下药的茶水。顾映雪，我养你护你这么多年，就因为你骂你一句，你就算计我的夫君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。张姐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就是一时糊涂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，我以后不敢了。没有下一次，从今往后，你我姐妹情分一刀两断。明日你就离开侯府，还有叶天七，我会把他从叶家族谱上划掉。夫人不可！你这么紧张，叶天琴该不会是你的种吧？你们20年前就勾搭上了？不是，没有。姐姐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你让我走，我马上走。可天气是无辜的，他被移出族谱化，以后怎么在同窗面前立足？这点不用你管，他既不姓叶，自然不能在北清学堂读书，一并离开便是。张姐，张姐，你一定要这么狠吗？狠吗？你在我心窝子上捅刀子不狠，把叶天七离出族谱，就是告诉你，你长姐我睚眦必报，不是好惹的。张姐，
你这是要逼死我吗？你早在20年前未婚先孕的时候就该死了。对眼神，想让渣爹拉住演一出寻死苦肉计，嘿嘿，我偏不让你们如意。张姐，我愿意把命赔给你，让你解气，只求你放过天启。不要！渣爹，看招！好痛！爹爹，你怎么不拉住他呀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小心摔跤了，我想拉着你的。不用拉，他根本就不想死。他要是想死，就不会在你没拉住他的时候用肩膀去撞墙了。娘，你看得好真切哦！这一出苦肉计啊，自己撞墙让爹去拉，好给您演一出以死明志，把您架在高处下不来。还是爹高明，直接不拉。不过姨母更高明，知道死不了立刻刹车。你们好厉害，好棒棒哦！你闭嘴！这巴掌是让你清醒清醒。我现在找顾映雪算账，没找你，别在这儿显摆。别忘了，你的人头还是我保住的。若再去陛下面前告你一状，你就等着凌迟吧。不要，夫人，我错了。这一次我真的是着了他的道，我以后不敢了。叶伯简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你要不要？要！明天把叶天齐从叶家族谱上除名，你亲自去办，办不好，你就可以去死了。我去办，我马上就去办，绝对让夫人满意。妹妹，刚才在你的小屋里，你是不是没发现跟我一起捉奸的人是谁啊？是国舅夫人哦。这下顾映雪再也蹦跶不了了。真是晦气，死在这厅堂里，污了地方。锦绣，在，把这顾映雪拉出去，扔出府自生自灭。是。娘亲太帅了，把那对狗男女收拾得明明白白。只是我担心，顾映雪若找到国舅，难保不会再兴风作浪。娘放心吧，国舅最恨被人背叛偷人，顾映雪现在就是丧家之犬，翻不起任何风浪。就是想表哥了，哎呀，自从射术大赛筹备后就没见过他，得想个法子亲近亲近才行。表哥，我来京城没多久，好多地方都没逛过，姐姐和三哥都忙，只好来麻烦你啦。表妹无需客气，还不是你三哥听见你心声，一个劲儿撮合我们。这事要是被姑母知道，怕是要气晕过去。表哥今天穿越白袍子，衬得跟仙人下凡似的，真是美翻了。表妹，你盯着我看了半条街了。没，我在看前面的唐人摊子呢。陈塘，把这个脏女人沉下去！对，她玷污了我们王沟村的名声。求求你们，放了小鱼吧，我们不够了，求你们饶他一命！造孽！1个月前，地主家的儿子、县令家的公子，还有京城一个大官的私生子，3个畜生闯进人家家里，当着父母的面，小鱼心思病，跑去京城告状，结果找写状体的先生偷偷通风报信，状没照成，人被押回来，还要陈鹏示威。这法是欺男霸女，还要灭口，这天底下还有王法吗？时辰到，沉了吧。我的儿啊！慢着！这位姑娘犯了什么罪？
要被活活沉塘。他败坏村风，勾引良家男子，按族规当臣。勾引？明明是被3个恶霸强暴，你们不去抓恶霸，反倒要杀受害者。哪来的黄毛丫头？再管闲事，连你一起沉！你们可以试试。宝哥好帅，这气场，这身手。这位姑娘，这是我们王沟村的家事，轮不到外人插手，还请你们速速离开。我还就要插手了。我看你活了一大把年纪了，脑子也糊涂了。他明明是无辜的，是受害者，你们却还要杀害他，你们这是草菅人命，是犯罪。姐救我！我不想死，我是无辜的。你做得很好，你要的公道，我替你讨。他是受害者，何错之有？有错的是那些施暴的恶徒。让开，都让开！我倒要看看是谁多管闲事儿。本大爷教你做人。哟，原来还是标致的小美人儿啊！光天化日调戏少女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磨蹭什么？快点把那贱人沉了！再磨叽，明年你们全村的田租翻倍。沉了吧！郑少爷，求您放过小鱼，我们不告了，我们马上搬家，求您饶他一命。饶他？他敢去皇城告我，就得有死的觉悟。我就是要杀鸡儆猴，让你知道青云街道我说了算。本大爷看上的是他的福气，还敢告我？我爹是郑尚书，弄死你们几个贱民，易如反掌。小美人儿，真标致。跟哥哥去吃饭，吃完咱们快活快活。你爹是郑尚书，莫非是皇城那位郑大人？废话，皇城就一个郑尚书，不是他是谁？哦，可我怎么听说他是已经在发配的路上了吧？怎么没带你一起走？胡说八道！我爹是皇帝面前的红人，怎么可能被发配？表哥，大理寺卿大人，我说郑尚书要被发配，没说错吧？大理寺卿，顾世子。大人，求您做主！草民要告这3个恶霸欺男霸女、谋害人命，求您我们母女做主！请大人为民除害！请大人为民除害！请大人为民女做主，还民女一个公道。你的案子我接了。多谢恩人救命之恩。无需多礼，同为女子，我佩服你的勇气。今日我若沉默，他日受害的只会更多。杀！给我杀了他！可他是大理寺卿啊，杀不得。你也知道他是大理寺卿，他若查下去，你我都得死。杀了他，这件事就没人知道。杀了顾京晨，赏银100两。狗急跳墙，竟敢对朝廷命官下手，可见你们平日欺辱百姓多甚。别担心，我表哥自有分寸，有人护着他。就这几个小喽啰，哪里用得着表哥出手？二位出手就能解决。在他面前，我半点神秘感都没有。我爹是郑尚书，你们不能抓我，他不会放过你们的。闭嘴吧你！你爹郑尚书昨日以举家被下放，半路遇山匪，满门覆灭。你也快去找他团聚吧。不可能，我爹怎么会？带下去，他们的罪行一一查证，桩桩件件全部清算。是。表妹，我先去处置他们，不送你了，你自行回去客房。表哥快去，一定要给所有受害者一个公道。恩人救命之恩，小鱼无以为报，愿做牛做马伺候恩人。快起来，我只是路见不平，你回去好好生活就好。求恩公收留小鱼吧，他没了清白，留在这里只会被人戳脊梁骨。那你先跟我回驿站，明日我给你安排差事。小姐，我做您丫鬟吧，一定要好好伺候您。好，那你随我回府。谢小姐。这一箱箱的，怎么回事？娘，月儿，这位是娘，这是小鱼，我在湖边救下的姑娘，回头再跟您细说。侯爷，这些东西怎么回事？什么你都往府里搬，不怕树大招风？这些都是太子送的，特意给瑶瑶的，我就让人搬进去了。太子，这太子有病吧？当初认错救命恩人，就纵着叶青青作妖，现在知道姐姐才是救命恩人，又来讨好，什么人啊？绝不能让他缠上姐姐，必须揍他一顿。太子竟还敢纠缠瑶儿，这拎不清的东西，不能让瑶儿和他接触。
这些东西原路搬回去，我们侯府不收。夫人，太子送东西是看中瑶瑶，这是瑶瑶的福气，你怎么能拒绝？福气？太子前些日子还对叶青青有求必应，如今又来讨好瑶瑶，我侯府女眷岂是他想染指就染指的？叶青青我不拦着，但瑶瑶不行。夫人，太子殿下特意吩咐，一定要送到大小姐手上。那就告诉太子，我女儿不收，若她非要送，只能送到叶青青屋里。哎呀，夫人！姐姐，月儿，娘，怎么喊你妹妹这么甜，喊我倒那么板正？姐姐，娘吃醋了，嫌你喊她没喊我甜。妹妹性子跳脱，我自然放得开些。娘是长辈，我总要多注意言行。瑶瑶，是娘不好，这些年对你要求太严，让你活得太沉重了。当年我名节受损，连累你被人看轻，还被太夫人送去静心庵搓磨，你受委屈了。娘别内疚，跟你没关系，是我自己的性子使然。我只是怕你替我出头，再被人诟病，只能把委屈藏在心里。娘，姐姐，咱们是一家人，有什么事说开就好，管别人怎么看，自己活开心最重要。再说了，女人憋久了可不行，会月经不调的。你这丫头说话没个分寸，女孩子家怎能说这些？娘，我倒觉得妹妹这样很好，她活得自然，头脑清醒。我们啊，就是被条条框框困住了。你说的对，娘也希望你能像你妹妹一样，不用再做循规短矩的侯府大小姐，只做你自己，叶云瑶。娘，今天我在街上救了一个姑娘，叫小鱼，她遭了恶霸欺凌，还被族人陈逃。我带她回来了，想留在身边做个丫鬟，您看行吗？你救了人家是积德的事，既然她无处可去，留下便是。小鱼，进来吧。夫人、大小姐、二小姐，小鱼愿做牛做马，报答恩人。起来吧，既然月儿收了你，你就好好伺候她，侯府不会亏待你。谢夫人，谢谢小姐。哼，太子那边我来解决，今晚就去教训他，给他下药，让他彻底忘了姐姐，再也不敢纠缠。真是走火入魔了。月儿表妹怎么总在我脑子里转？不能喜欢表妹啊，姑母宁也不会同意。我是他表哥，绝不能有非分之想。真是表妹，这么晚了，她要去哪儿？晚上太危险了，我得跟着去。果然是冲太子来的。今日太子给叶云瑶送东西，闹得沸沸扬扬。这丫头是来替姐姐出头的。太子的脑子真的不像未来处境，一边是被骗的蠢，一边是无所不能的表妹，我该站哪边？何人敢闯本宫寝宫？揍死你这个自大狂！叫你骚扰我姐姐，叫你分不清好坏人，这到人人都像叶青青那样扒着你不放，你个糊涂蛋！是叶云瑶的妹妹，不能喊，喊了会连累她。一国太子竟被打成这样！你快走，本宫没看见你，不知道你是谁。别装了，我今天来就是我姐姐的意思，她烦透你，别以为你是太子就能肆意骚扰。之前是被叶青青骗了，我是感激你姐姐救过我。谁救你你就对谁好，之前以为是叶青青，就盲目帮着她作恶。你瞅瞅你这个样子，像个太子吗？我本来就不想当太子，是父皇非要逼我。我没本事治理天下，只想开个茶园，安安稳稳过一生。一拳打在棉花上，这太子是真废啊！清醒，心疼男人倒霉一辈子，他可怜是他爹造成的，跟你无关。父皇把所有寄托都放我身上，我压力太大了。要是母后还在，母后肚子里的弟弟还在，我也不用这么累了。少在这卖惨！你不想当太子，不会自己想办法？我试过，可父皇不同意。我帮你吃下去，你就当不成太子了。好，算你还有几分胆量。阁下跟着我，意欲何为？表哥，他穿夜行衣我也认得，装什么装？
还好我戴了面纱，他认不出我。这丫头心思都写眼睛里了，还装不认识？行吧，我陪你演。在下是太子暗卫，特来询问你给太子吃了什么。想知道？有本事抓住我，我就告诉你。正好试试第一高人的表哥武功到底有多厉害。铁锤。我赢了，在下认输。顾京晨也不是我的对手，手下败将。表哥太弱了，还好没当面损他，免得他玻璃心。谢谢你还给我留了情面，但我能听到你的心声啊。那药丸到底是什么？手下败将，这都猜不到，是让人短暂变成傻子的药。表妹是真敢啊！就算太子说了他不想当太子，也不能明晃晃的喂药把他变成傻子啊！小姐，您回来了，不用这么拘谨，在我这里你可以随心所欲点。你要是等我，我还觉得有负担呢。我等小姐回来才安心，那替我保守秘密哦。我会清宫的事儿，不许告诉任何人。小姐放心，小鱼什么都没看见。去休息吧。怎么大晚上府里还有嬷嬷干活？不管了，今天太累了，先休息。可恶的顾荣，害我回侯府只能偷偷摸摸穿这个下等人的破衣服。哎呀，我的好女儿，你的功法又精进了。娘亲，叶静月和顾荣把你赶出门，你放心，此仇我必报。气死我了！自从叶金月进府，我们就处处碰壁，半分好处都没捞着。我的摄魂术已大功告成，下月宫宴上，我会控制二皇子当众求娶叶静月。等他进了二皇子府，叶静月抢我的东西，我要他千倍百倍还回，他必须死。今日宴会庄重，白色太素。妹妹的性格比较跳脱，白色不适合她，绿色和黄色和粉色比较好。这件粉蝶流星裙可以。妹妹，你喜欢吗？我喜欢这件，粉色嫩嫩的，最适合装嫩。嘿嘿。这件粉蝶流线裙好好看，我也好喜欢。娘，姐姐，这件裙子可以给我吗？叶青青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没把你嫁给屠夫，没把你赶出侯府，就是给你脸了？哟，这就送上门来找骂了。娘，你以前明明最宠我的。你也说了是以前，以前你还是我女儿，现在你是吗？你做的那些事，需要我一件件数出来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把你赶出去，让你继续作威作福吗？娘，因为我要你眼睁睁看着你的所有算计全部落空，我要你看着我和我的儿女们开开心心，儿女只有红眼的份儿。赶紧滚，别在这里碍我眼。好，既然你们无情，就别怪我心狠了。哎，娘姐姐，我肚子疼，想先上个茅厕，你们先去，我等会儿就来。月儿，妹妹小心不要迷路。这丫头，娘，咱们先进去吧，别让宫里人等急了。这个叶青青居然会摄魂术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憋着什么坏。月儿，想什么这么出神？喊你都没反应。没什么，表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哇哦，好久没看表哥了，还是这么帅气逼人啊，简直是梦中情龙。宴会要开始了，云瑶妹妹让我来这里接你。表哥，我今天好看吗？我刚才好像看到叶青青和二皇子了。我也看到了，不过不关我事，我不问。我有预感叶青青憋着坏呢，来呗，我可从来不怕事。你可不是不怕事，你还喜欢搞事。快走吧，姑母在等着了。行吧。
父皇，儿臣寻来一位南海魔术师，技艺非凡，愿为宴会助兴。好，让人上来。真好看啊！这是初级魔术，很简单的，大家没见过才觉得新奇。不过姐姐高兴就行。哇，这也太神奇了！怎么做这么好？这表演很有新意，有趣，该赏。父皇喜欢就好。你费心了，朕今天允你一个愿望，说吧，想要什么？来了，要作妖了。谢父皇恩典，儿臣对叶家小姐心有所属。哦，叶家3位小姐，你心悦哪一位？就是二皇子之前都被男子强暴了，他还能行？哪位姑娘嫁过去，那都是从叶家女儿。难道我真的逃脱不了嫁给二皇子的命运？姐姐别怕，有我呢。儿臣心悦叶家3小姐叶静月。不可！怎么，叶家这是嫌弃朕的皇子？陛下不敢，只是月儿年纪尚小，还不宜婚配呀。表妹，二皇子并非2位，我替你拒了这门婚事。表哥要替我拒婚，这是不是说明表哥对我有点喜欢了呢？多谢表哥，这点小事就不麻烦表哥了，不过是被最低级的摄魂术控制了而已。今天就让叶青青见识见识，什么才是真正的术法。不是叶3小姐，儿臣心悦。快传太医！儿臣心仪叶家2小姐叶青青，请父皇赐婚。儿臣心仪叶家2小姐叶青青，请父皇赐婚。不是我，怎么会这样？刚刚二皇子明明说的是叶静月啊！这大殿上还有人会用摄魂术，我被反噬了！你们叶家一个个怎么回事？是要抗旨不遵吗？陛下息怒，臣妇这小女儿没见过世面，一时激动失了态。其实她心里是乐意的。既然如此，就赐婚二皇子与叶青青，则良辰吉日完婚。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？我不也是你的女儿吗？静月和云瑶才是我的女儿。二皇子在殿上亲口说求娶的是你，谁知道你们是不是早有私情？月儿、瑶儿，我们走。叶静月，我不会放过你！夫人，二皇子和青青的婚事万万不可啊！你想想办法。这渣爹又来替那宝贝女儿求情办法，有本事自己抗旨去啊！真窝囊。你不同意，你怎么不自己跟陛下说？你直接抗旨就好了啊！圣旨是说抗就抗的，不要命了！原来你也知道抗旨要命啊！那您让我娘想什么办法？镇国将军府不是有一张丹书铁券吗？可以拿那个请陛下收回成命。夫人，你就帮帮青青，把丹书铁器拿出来。你也知道那是镇国公府的丹书铁器，那是镇国公府祖辈在战场上拿命换来的，跟侯府有什么关系？夫人，青青也是我们的女儿，你难道就忍心看着她入火坑？你这话说的不对，叶青青是你的女儿，不是我的女儿，她进不进火坑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夫人，你说什么？难不成他发现了什么？那丹书铁券是顾家的东西，你想都不要想。凭什么要我嫁那个废物？青青，是我。娘，怎么办？我不要嫁给二皇子。乖，别怕，有娘在，娘不会让你跳火坑的。你别慌，镇定，当时一定发生了什么。你想想当时的情况。二皇子说完新月叶静月的时候，突然浑身抽搐，口吐白沫，不过只是一会儿就醒了。等他醒过来，就改口说要娶我了。那就在这段时间里，有人动了手脚。对了，宴会上还有人用了摄魂术，我被反噬吐血了，一定是叶静月。
从他出现以后，所有事都不顺，他给我的感觉特别邪门。叶静月绝对不能留在侯府了，青青，你放心，娘一定会帮你把叶静月给解决了。娘，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一定要解决叶静月。最好的还是让她替我嫁给二皇子。放心，我已经想到法子了，明天我去请太夫人出山。娘，今天逛得真开心，谢谢娘疼我。叶静月，你个丧门星！自从你进了侯府，就接二连三出事，害得你爹禁足在家，害得你妹妹嫁给暴虐的二皇子。我今天就打死你这个丧门星，不会再准你进门。母亲，二皇子和叶青青早就暗生情愫，这是二皇子求的，我们侯府难道敢抗旨不遵吗？这就是我那渣爹的娘啊，也不是好东西，这些年没少折磨我娘。这侯府太夫人是不是有疯病啊？怎么在地上爬着学狗叫啊？应该是真的有疯病，你们忘记了吗？当年叶夫人生产当天，她就在侯府门口大吵大闹，大家离远点，被咬了会遗传疯病的。娘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快，太夫人发病了，赶紧把她绑回院子，找大夫来看。娘啊，娘亲，你千万不能有事啊！别想他们了，我们买了好多衣裳要和姐姐分享呢。这件颜色衬你，穿上定是好看。夫人，太夫人那边有请。赶紧把娘扶进去休息，叫大夫，快叫大夫！里面的茶里下了点气血药，吐血看着吓人，其实不伤身。夫人，太夫人那边还等着您过去呢。砸死你这个奸夫！太夫人的走狗，我娘都吐血了，还逼她去受罪。管家是太夫人的表哥，两人还有一脚。这些年他在府里作威作福，克扣我娘嫁妆，买田买地，中饱私囊，蛀虫，等着，回头第一个收拾你。管家竟然跟太夫人有一腿，还是奸夫，这太离谱了。难怪管家以前敢克扣我的分量，原来背后是太夫人撑腰，瞪我，记恨我。来啊，姑奶奶怕你不成？不过管家在府里根基深，有太夫人和渣爹撑腰，不好弄啊，得想个一击即中的法子。有了，今晚我设计让他来我房里，以我名节作饵，把事情闹大。侯府现在正处在风口浪尖，我就不信他们还敢保毁小姐名节的狗奴才。妹妹不必如此，拿自己的清白牺牲啊！瑶儿、月儿，管家不是好东西，每次在我这儿吃瘪，就去打我嫁妆的主意。他还跟太夫人有染，今天咱们就把这个蛀虫清理掉。娘亲好样的，早该收拾这侯府的蛀虫了。锦绣在，带上东南西北，跟我来。我才不会让我的宝贝女儿拿自己的清白去冒险。管家敢动我的嫁妆，就让他有来无回。好个管家，监守自盗，偷盗主家财物，你该当何罪？夫人这是说的哪里话？我拿银子是去采买府中用途，光明正大。你们想干什么？你以为我会信？把这个盗贼乱棍打死！夫人，你干什么？我可是太夫人的人，你不能动我！可笑，我娘堂堂侯府夫人，还不能动一个监守自盗的宅贼？住手！你这个毒妇，你怎么敢？你怎么敢的？太夫人果然是议政了。我作为侯府的当家主母，处置一个偷盗财物的钱贼的权利还是有的。你
你一个名节有损的贱人，说你是侯府主母都是抬举了，我侯府还轮不到你来做主。这老太婆还有脸提名节？当年陷害我娘名节受损的，还有这老太婆一份。太夫人当年在正室生产时大闹宠房，害得正室血崩而死。您这样的品行都能当太夫人，我不过是名节有损，怎么就当不得？更何况当年是侯爷8抬大轿求娶我，否则一个破落侯府，我还真瞧不上。这些年我自降身份，扶小做低，把侯府打理得井井无条，结果全是叶伯简的算计，还算计我的孩子，绝不能忍。太夫人，管家快不行了，先找大夫要紧啊！等着，我一定会好好收拾你。娘，太夫人很看重管家，等太夫人反应过来，一定会想方设法报复娘亲的。姐姐，我们的娘亲现在可不是好拿捏的软柿子了，是吧，娘亲？当然，他不让我好过，我还不让他好过呢。锦绣，去报官。是。顾荣这个贱人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的。祖母，都是叶静月在娘身边吹枕边风，这母女俩一个都不能饶。我自然不会放过他们。眼下先救管家，用最好的药材，百年人参、灵芝，不惜一切代价。太夫人不好了，衙门上门来抓人了。你们为什么上门抓人？抓谁？是夫人把管家给告了，说管家偷主母的陪嫁，官府已经掌握了证据，上门来抓人了。大人，那就是偷盗我娘嫁妆的盗贼。太夫人，本官是来缉拿侯府盗贼的，请太夫人行个方便。魏大人，这一定是误会。李安是我身边的老人，绝不会偷东西，求大人高抬贵手，容我们查明真相。证据确凿，容不得辩解。太夫人，请勿妨碍公务。青青，快去请你父亲过来，快去！你们敢！天杀的！你娶的丧门星啊，竟然去衙门告了管家偷盗他的财物，害得管家被官府带走了。他这是要杀人，要造反，要逼死我呀！管家本就不该动主母的财物。我不活了！什么主母？她嫁进叶家，所有钱财就是叶家的。我是叶家老夫人，我想给谁就给谁，必须让那个奸夫撤诉，否则我跟你们没完！夫人，你为何要把管家告了？一个盗贼我不能告，怎么，你还想袒护？夫人，管家是太夫人的人，太夫人是我母亲，你去撤诉把家弄回来吧。经此一事，他不敢再动你的财物了。娘亲可千万不能心软啊！上一世就是这个管家帮着渣爹把您扔进乞丐窝的。侯爷，你可真是会偏心啊！月儿、瑶儿受了委屈，还被你陷害，差点嫁给非人。如今一个偷盗我嫁妆的奴才，你倒来求情。叶伯简，你的心是长偏了吗？现在说的是管家的事儿，你先把他放出来。顺天府刑罚严酷，去晚了他命都没了。侯爷对管家倒是上心，怕他受刑。可之前瑶儿向你求救时，你何曾在乎过他的死活？侯爷，你真的让我寒心呢。不过那管家被带走时已经奄奄一息，这会儿怕是早咽气儿了吧？你可知道抓走管家的人是谁？是魏巡魏大人，他已经从边境调回来了。渣爹和魏家可是隔着血海深仇，这下没辙了吧？你堂堂侯爷就这么被他踩在脚下，快想办法呀！那是魏家，魏巡的父亲，当年我们惹不起呀。太夫人，你领导请技巧。好，就这么办。明天我就去请人。这段日子跟叶青青一家斗智斗勇，娘亲他们都累坏了。我做点桂花酥犒劳他们，顺便给表哥送点。小姐做的点心一定好吃，也有你的份儿。什么动静？这老太婆有完没完？当初我被调换就有她一份功劳，还敢来找茬，看来上次教训还不够，
侯爷、太夫人，你们这是做什么？侯府什么时候轮到一个贱婢说话了？府里最近家宅不宁，祖母特意命我请来高仙做法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太上老君来仙灵，妖魔鬼怪快现身！这个屋子不干净啊，邪气冲天啊！法师，你说的太对了。自从这个屋子里的人进了侯府以后，侯府就是家宅不宁。法师，你可一定要帮我们把这个妖魔鬼怪除去啊！放心，降魔除妖是本法师的职责，我今天一定还侯府一个安宁。法师，你快看看妖魔的真身，做法消灭他吧。一看就是江湖骗子，也敢来验本仙女。妖魔，快现身！小姐小心！法师不是降妖除魔的吗？这点污秽就扛不住了。我看你才是妖孽，要么就是招摇撞骗的骗子。你这个妖怪，别得意，本法师要消灭你。不急，我就在这儿等着。要不你们去梳洗一番再来，毕竟真的怪恶心的。夫人，这妖孽法力高强，要消灭他，需耗尽我多年功力。加钱，加双倍，不5倍。好，你们把他抓起来，我要对他实施火刑，驱除他的妖法。快把这个妖孽抓起来，烧死他！我今天就要眼睁睁地看着他被烧死。住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爹，你不是说设法把顾荣引出去了吗？他怎么又回来了？娘，吓死我了！您可来了，再晚一步我就要被他们烧死了。别怕，有娘在。表妹别怕，顾家不会让任何人动你。表哥也在，看来他真的很在意我呀。我不在，你们就想烧死我女儿？顾荣，法师说了，她根本不是你的女儿，是妖孽化身，必须烧死。我女儿是妖孽？没错，她是一个被妖孽附身的妖邪，我需要用火刑让她现出真身。法师是高人，上天入地无所不能。不过佛家说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？不如这样，你替着妖孽承受火刑，感化他，岂不是功德无量？对，我根本不信人间有真情。你要是肯替我上火刑，我感动的稀里哗啦，以后就不做妖了，积德行善去。来人，把法师绑了，上火刑！顾荣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法师？你不怕天谴吗？法师都没意见，你有什么意见？不是饶命啊！我就是个神棍，是他们给我钱，让我说府里有妖孽，用火刑烧死那个姑娘，我什么都不会，放过我吧！来人，堵上他的嘴，招摇撞骗的骗子，祸害百姓，送去官府治罪。顾荣，我实话告诉你们，现在这个叶静月根本就不是你的女儿。你说什么？当年你的孩子是我换的。你的孩子在16年前，我就把他溺死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月儿妹妹明明和母亲长得这么像。娘，祖母一定是在想挑拨我们。怎么这时候听不到表妹的心声了？难不成这是真的？这，我该怎么解释？我既然要换掉那个孩子，就不可能让他活着。你也知道，夫人，你要知道叶静月根本不是你的女儿，她接近你是有目的的，你要远离她。好，你们好得很啊。魏大人，你都听到了吧？太夫人为老不尊，与管家苟合，为长辈不仁，调换亲孙女，溺死婴儿，为人卑鄙，以巫蛊之术害人。今日我顾荣大义灭亲，请魏大人秉公执法。本官手中已有太夫人罪证，方才又亲耳听闻她承认杀婴，此案本官必定秉公办理，还夫人一个公道。你误会，都是误会。刚才我娘太激动了，她说错了话，她怎么会溺死自己的亲孙女呢？更何况月儿不就好好的站在这里吗？误会，看来你们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把人带上来。你是老奴是当年给夫人接生的王婆子。你怎么找到她的？侯爷以为把人送出京城改名换姓，我就找不到了。这些日子我暗中查访，终于找到了她。王婆子，你把当年的事当着众人的面再说一遍。当年是太夫人指使老奴，太夫人把婴儿交给老奴，让老奴把孩子
把孩子溺死后换成了外室女，老奴被迫做了。那孩子被溺后，老奴亲手埋在了城外乱葬岗。这是当年裹孩子的布。你肯定是顾荣，你找人污蔑我！太夫人，这是你当年写给管家的亲笔信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孩子务必溺死，以绝后患。你自己的笔记总不会赖吧？你怎么会有？还有，魏大人，侯爷是知情人，也是同谋，请魏大人一同论罪。夫人啊，我错了，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！机会？我给过你多少次？从玉儿回府，你哪件事做对了？逼她嫁废人，合谋烧死她，还纵容你娘杀了我的孩子。你的心16年前就烂透了。夫人啊！魏大人，侯爷贪赃枉法的证据，稍后我让人一并送去衙门。来人，将太夫人和侯爷一并拿下，押回衙门候审。都怪你！说什么她是国公府小姐，非要娶这个丧门星回来，娶回来害死我们母子啊！家里的女人要逼死婆婆和相公啊！苍天没眼啊！太夫人，省省力气，去天牢里闹吧，带走。儿啊，你快想办法呀！落在他手里，我们会死的！我是朝廷命官，你们都有私情，陛下不会放过你们的。陛下那边侯爷就不用担心了，因为我会去亲自告你一状，最好让你死在天牢里。哇，娘亲真的太帅了！我娘现在英明神武，高大睿智，我为娘亲举大旗。站住！叶青青，你偷换身份，下毒害人，勾结外人，桩桩件件，哪一样冤枉了你？今日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娘，我错了，求你别把我嫁给二皇子。来人，把叶青青关进柴房，严加看管。下月初1准时送她上花轿，与二皇子完婚。不要，我不要嫁那个废人，放开我！活该，害人终害己，嫁进二皇子府，看你还怎么蹦跶！月儿，你真的不是我的孩子。我肯定是啊，但怎么解释我的灵魂呢？娘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也许当初太夫人真的溺死了我，但是我可能没断气，然后命大活下来了。您看，我和您长得这么像，总不会是别人家的孩子吧？被溺死还能活？不过月儿的心声从不说话，她说是，那就一定是，说不定真有什么仙人救了她，才会让她有未卜先知的能力。娘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月儿待我们这么好，她就是我的妹妹。就是，我第一眼见月儿就喜欢，她就是我亲妹妹。姑母，表妹心思纯善，对家人一片赤诚，能有这样的女儿也很难得。月儿，你永远都是我的女儿。娘亲真的好疼我，有他们陪着我，我太幸福了。要是能嫁给表哥，那就更圆满了。表妹可爱是可爱，可姑母不会同意的。对了，月儿，你表哥的未婚妻林诗诗过几日就要回京了，到时候我带你们去认识认识。搬出未婚妻，看月儿还怎么惦记京城。终于要见表哥的未婚妻了。他可不是我情敌，他和表哥是交易结婚，先嫁进来，2年后让表哥休了他，他就能嫁给心上人了。为爱牺牲民且，纯爱战神啊！月儿表妹怎么什么都知道？我真的能逃出她的手掌心吗？好啦好啦，今天不说这些了，我打算做桂花酥给你们吃。走走走，一起去厨房。我不嫁，我不要嫁给那个废物！娘，救我！二皇
皇子府的花轿已经到了，由不得姐姐你了哦。你不能这样对我！抬走。哟，这不是顾映雪吗？敢跟自己的姐夫偷情，真是不要脸！如今被赶出府，活该！玉儿，夫人，求你们救救我，我不想死！渣爹放心，你不会死。陛下念在你这些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功，判你流放3000里，终生不得回京。这是你欠孩子们的，好好活着，赎罪吧。表哥，上次教你做桂花酥，你怎么都学不会。今天我再教一遍，面要揉得软，油要放得匀。来，你试试。表哥，你成花猫了。表妹，我去拿模具。啊，表哥握我手了，他是不是喜欢我？表妹，等你及笄，我有些话想对你说。及笄？他说什么？是表白吗？是表白吧？圣旨到，宣镇国公世子顾京晨即刻进宫面圣。怎么突然召下表哥？难道皇帝发现表哥是亲生儿子了？这剧情来的也太快了吧！什么？